出退租时，我们10个人纷纷通知亲友，再也不要到华安大厦来，免得遭到麻烦。但是百密一疏，有一位朋友的岳父不知道这件事，他仍然闯到这个房间去，见到房间里的人很多，且都不相识。那位老人家气派很好，所以坐在一旁，有人敬茶递烟，待以上宾之礼。他坐了好久，不见熟人来到，心中正在奇怪，突然有一个书记模样的人来说：“唐先生现在有空了，请你到里面去谈谈。”那位老人家一时想不起哪位唐先生，施施然地跟了那人进去，看见房中坐着一位正是他的旧友唐绍仪，两人已10多年未见面，当然双方寒暄一会儿。后来唐绍仪问他：“你想担些什么职位？我可以代你设法。”那老翁一听此言，心知不妙，就说出：“我原是这个房间的常客，我是来看我女婿的。”唐氏才明白这是一场误会，依然很客气地送他出门。我们迁出华安大厦之后，本以为是日人借用，后来经这位老人家的说明，才知道原来这个房间已被唐绍仪租用。其中有一位朋友心中很不服气，竟然走到华安去交涉。华安当局吞吞吐吐，不敢说明真相，只把新租约拿出来给他看，签约的果然是日本人，语气中还隐隐约约表示唐绍仪已经落水，那位朋友才无言而退。不久，报纸上隐约透露出新的联合政府正在组织中，并且显示某元老将出任总统。我们朋友间就推测到这位总统的人选必然是唐绍仪了。时隔不久，也就是民国27年1938年的9月30日，报纸上又爆出一件唐绍仪在自己住宅中被人用利斧砍死的新闻。新闻中说，唐氏爱好古玩，有不少相熟古董商人常在早晨带了大小不等的瓷器、玉器等向唐氏求售。其中有一个最熟的前客姓谢，那天早晨手捧着一只4、5尺高的大花瓶，坐着汽车，伴同一个姓林的人，手中拿着一个楠木小盒，去见唐绍仪。当时守门的人因为姓谢的是常客，所以叫他把汽车开进住宅内，即刻再把园门锁上。谢、林两人进入内室等候。唐氏起身之后，只有一个女佣端茶奉烟，姓林的人就把楠木盒中的8件玉器一一取出。唐氏细加把玩，爱不释手。待女佣退出之后，姓谢的就在大花瓶中突然抽出一把利斧，向唐绍仪后脑劈去，伤痕深达2、3寸。唐氏未出一声，已经瞑目而逝。之后，姓谢的从从容容的还是捧着花瓶出来，由姓林的人将内室的门锁上，同时还做鞠躬道谢状退出。守门人问姓谢的人：“你的花瓶怎么没卖掉？”姓谢的就说：“老爷看不中，也没有办法。”说完这句话，守门的人就开了铁闸，让他们登车扬长而去。唐绍仪总统没有做成，老命反而因之送掉。翠雕八郡价值连城唐绍仪做不成联合政府的总统，竟死于非命，无数人对他的不保晚节甚为惋惜。而最感失望的就是日军当局，因为他们认为唐绍仪是组织联合政府的理想人选，现在唐绍仪一死，他们又要伤脑筋了。唐绍仪惨毙之后，日方着令租界警方全力出动调查侦缉，认为谢、林二人隐伏租界之内，非拘捕归案不可。何况当时惨案现场还遗留着一盒用楠木盒子装的古玩。
原来盒中的古玩共有8件，其中1件还紧紧地握在唐绍仪手中。大约姓林的人见到唐氏已经倒在血泊之中，不免有些心慌，就匆匆离开现场。这盒东西也就留在唐氏陈尸的室中。这些古玩装在一个很精致的楠木盒中，盒盖上刻着4个大字，下款刻的是莫离席氏珍藏。警方得到这件东西，就召集几个古董商人来研究，问这盒东西的原主是谁。几个古董商人一看见这件东西，都面有难色，不发一言。后经警方再三追问，才有一人说出莫离即洞庭山的别称，习姓是洞庭山的大族。警方得到这线索，就传讯一位曾经做过银行买办的习某。这位习某年事已高，一点受不起惊吓，很痛快地说出来，看来这是习玉昌的东西。于是警方接着就传讯习玉昌。习玉昌以律师为业，家中十分富有，喜欢收藏古玩。他家中的一切家私设备都是用楠木制成的，而且在苏州自建花园，规模不小。习大律师在上海本也有相当声誉，可是813战争之后，一因年事已高，二因业务清淡，所以就靠出售历年珍藏的古玩来度日。在唐氏命案的前几天，姓谢的古玩商人对他说：“你的那盒翠玉八骏，我已经有了买主，现在我想拿去给他看看。”习玉昌认为谢某向来很有信用，所以就把这盒八骏交给他。后来报纸上一透露这件命案，习氏看到了，不但惊骇，而且大跳起脚，认为姓谢的定会带了这盒古玩逃逸无踪了。一天，习玉昌正在愁眉不展之时，忽然警方来了4个人，传他到4马路总巡捕房去问话。他本来对捕房中人都很熟稔，但是这一天他也提心吊胆起来，怕牵涉自己头上。到了捕房，他承认这盒东西的确是他的，是由一位姓谢的古董掮客取去代为经销的。当时许多警探都很原谅他，唯有一个日籍警探不以为然，说这是珍贵的东西，何以会轻易地落在别人手上？习玉昌迫得没有办法，推说这件古玩并非上品，乃玻璃做的，价值不高，所以随便给姓谢的拿去。日籍警官也看不出是真是假，竟被习玉昌这句话混过去了。后来习氏便把姓谢的店铺以及日常行踪一一告诉了警方，方才脱身。